今天呢，我也没有算起了一个大早，因为有时差的关系嘛。昨天真的很累，昨天整个就是没有睡，机场回来，然后错过了下站的地方，然后现在终于到达学校，然后到学校以后盥洗完又去上德文课。我现在就是回到宿舍，今天就是学伴有带我去参观过校园的部分，然后也有带我去过国际处。最近的那个英文能力真的很可怕，就听得懂，但是有些真的听不懂。有时候会想说，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到底怎么考上来交换的？因为在台湾根本没有机会用到英文。是我刚刚拿到的那个报到会有的单子，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来看里面有什么。然后就是我刚刚发现有一个这个，每个学校都会发，每次去留学游学都会发，我很喜欢这个。还有一个这个，就是听说德国的文具很贵，所以它就是有给这个便条纸，很可爱，很方便。刚刚还有看到一些资料，像是我的个人资料啊，然后它还有给我这个地图，是周边地图，对不起，不是学校地图，学校地图没有这么大。然后还有一些，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。哦，这一本他有寄给我啦，就在校园里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啊。他还送了一本杂志给我，要干嘛不知道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一些学校的个人资料。今天要选课，我要正式在这里上课咯。对，很 Germany，不知道要干嘛，没关系，可以拿来画画。啊，我突然想到，忘记去买那个画画材料了。不得跟你们说，这里德国人真的都很帅，真的都很帅，那个五官深邃到不行。好，现在我来大家参观我就是整理完的 room tour， 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就是我的房间，非常大一间。这个我虽然本身穿的很黑暗，但我也是一个有少女心的人，粉红色，昨天都 settle 好了。然后这个柜子呢，一进来我吓到，这个柜子这么大。要装什么？没想到我的东西这样摆一摆，然后就差不多了。这个就是杂物嘛，然后呢就是一些日常用品。我觉得这帽子摆在这里超好看的。然后还有这个衣柜，赞到不行，你看就是这样很完美，有没有？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让你煮饭的地方。这里就是很像 Airbnb， 是 Airbnb， 浴室是有点乱。浴室的话就是很大一间，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很大一间，只是后面有点乱。然后外面的风景就是很像，我真的每次坐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就看外面的风景，然后就很像什么美剧那种男生会跳上来爬上来的地方，我真的觉得超级像你自己看，你看。美剧不是都会说什么这个栅栏，然后有男生在这里，然后就爬上来，好浪漫哦！现在在下雪。我今天就去买了枕头，德国人不但大只又高又大，然后连枕头都大个，而且我们看到一个正方形的，他跟我说那个是枕头，我以为那是坐垫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是棉被，我还买了一个，我想说来这么远的地方要有一个少女心，买了一个这个可可爱爱，但是它包装的太好了，完全撕不开。我现在想要买力也没有办法，但是我没有剪刀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我在阿萨芬堡的第3天，终于出太阳了，超级无敌感动，终于感受到德国的阳光。今天也是我第1天自己一个人要到超市去采买，然后今天是德国的星期六，因为今天礼拜6的公车都是免费的，所以我现在要先去找到公车站，然后安全的抵达我要去的地方。我现在要去有一个超市叫 Action， 然后那边卖的家具啊，一些设备什么的都会比较便宜。这2天真的是莫名其妙的花太多钱了，尤其第1天，因为火车就是搭过站，因为那个站名就跟 Buddy 跟我讲的不一样，后面没有加 HBF， 然后我就很尴尬，就从台北坐到了台中的概念，就超远。因为 ICE 是德国的高铁，然后就是没有要停的意思。然后我现在就是漫步在这个漂亮的校园，以前的我可能会一到这里就。哇哦！虽然我现在也是很激动，但是我会比较镇定一点，因为这个场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起来很像动画，所以我自己会比较能快适应，也不能说全部怪给时差啦，但是自己就是还在适应这个步调，然后再加上还要跟这里的人相处啊、沟通、交流，这样还在适应这边的生活，然后再加上已经太久没有使用英文了，一下子太多 information 没办法消化，一时之间就是挫折。
折感很大。这跟游学不一样，虽然说交换也只有1学期，但是你还要长时间的待在这个环境，差不多5、6个月，所以你必须要先去处理入籍啊，就是你能够合理的待在德国这个地方，而不是来游玩90天以内。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我比其他人都还要晚到，所以关于注册时候还有选课的地方，我自己是蛮不知道该怎么去调试这个心情。我终于懂那种一个人出去留学，一开始真的会有满满的挫折感那种感觉。因为我不是不喜欢这里，我一来这里我就直接爱上德国，就是他们太干净，然后又很整齐，很有规矩，就是一切都很舒服。但是因为很多事情很复杂，又加上英文资讯太多，很难一时间消化，很多事情还没有处理好。就像我现在要去买家具，因为常常住一半就是少了什么，甚至连食物都没有。昨天吃了一个宵夜，超大一个汉堡就要7欧，就等于是200-300块台币。不是为什么就是大家都要自己煮，那为什么外面的食物不便宜一点？我问另外一个 buddy， 然后他就说没有，你在这里就是要学习怎么自己煮东西。OK， 没关系。今天礼拜6公车免费，所以我就趁现在赶快去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，然后好让我可以好好的待在宿舍。不过今天是难得我在阿沙芬堡天气最好的一天，而且早上还下雪，超浪漫。可是我发现下雪好像会有点阴天。我们先去 Action 买一点家具。我现在有点好笑，又有点无助，因为我不知道公车什么时候会来，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搞懂 DB 的东西。然后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坐在一个很 old school 的路边，然后等公车。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公车是要招手，还是他看到人就会停。所以我希望等一下旁边会有在地人等公车之类的，我就跟他上去。因为今天完全免费，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上车。今天是我在阿沙芬堡的第3天，然后我觉得我最不习惯的地方就是一到这里就是不用戴口罩，因为你也知道在台湾的时候大家都是戴口罩，偏保暖吧。可是来这里就是吸到太多新鲜的空气了，你知道吗？又特别的自在，又特别的 weird。然后我现在要回宿舍，因为我忘记带购物袋。他们如果在超市买东西，购物袋要另外付钱。我想说，穷学生能省则省。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很多的枯树，而且阿沙芬堡的地方就是好像所有的公车的终点站都是车站，阿沙芬堡车站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要去车站，你不知道搭哪一台。这一栋是22号，这一栋是我们昨天 International Party 的地方，然后它的2楼超级漂亮，就是很多的国宝画在墙壁上，是一个很正式的餐会。但因为我们都是国际生嘛，所以大家就不会穿得特别正式。可是说不定 Farewell Party 会啦，我自己也有准备一套洋装。昨天认识蛮多韩国人的，我真的觉得韩国人超强，他们就是很有自己的计划。可是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他们已经来这里第2个礼拜了，所以他们已经对于要去其他国家旅游有很多的规划。但我才来第3天，我连德国都不熟了，账户还没开，还想要去别的国家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开那个户头账户，还是有点无助。虽然昨天跟韩国人聊得还蛮开心的，车真的免费，然后我刚刚就这样直接走进来，然后现在就是很多婆婆妈妈在公车里，然后你可以看德国的街道，就真的超级漂亮，真的每天都在享受德国街道，你知道吗？到车站这里了，然后我刚刚小小怀疑了一下，因为刚刚他停的地方不是我平常上车的地方，但我发现大家都下车了，好，应该是总站。然后我想要到火车的后站，那边有一家叫 Action 的地方，我可以去买我的家具。然后现在我就很像电影里面的角色，你知道吗？走在街道，我真的觉得这里的每个场景都超级像电影情节，就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人。Sorry， 大概来阿沙芬堡3天，然后3天都来车站。这一家是巴黎说24小时都会开的店，然后在车站这里，所以都会开。其实比起火车的前站，我更喜欢后站，因为我还没搞懂它每一家店到底真正卖的是什么东西。
这个氛围就是我很喜欢，街道很美，然后今天又有太阳，到底是什么天赐予的天气？我终于懂为什么大家都会独旅了，就是其实我觉得德国的治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，我很喜欢这个氛围，让大家参观一下 Action 里面的样子。没有想到我会来买这种锅具，它这里超多锅具，买东西一律选择最便宜的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要买些什么，就是选一些家里会用的东西，然后管它材质好不好，可以用就好了。刚发现一个东西，这个是hand手，超大一罐，手要多大？刚发现一个超好的东西，滚珠棒在这里只要2.79，太赞了吧！在德国还是要记得运动。瑜伽垫哪一个颜色呢？现在我房间都是粉红色，买一个蓝色好了。叮叮，还是要运动的吧。我发现德国的那个刀子长得很不一样，就是这样长长的，刀子都这样长长的，很难切菜吧？长长的，而且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有一天自己来买厨具，然后自己要下厨，买了一堆跟我的 list 上面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我从 Action 出来了，买了好多的东西，因为化妆品类的东西，我觉得 DM 可能会比较多。反正刚刚进去一律选最便宜的，然后我想要想办法到隔壁的 DM， 这也很方便哎，这里就是什么都有，旁边有 DM 啊、Lydia。我现在进了 DM 了，它比 Action 还要再大一点，然后很像台湾的大型屈臣氏哦，里面超香，好舒服哦。我发现德国人都会喷香水，所以他们的香味都很香。看一下，它的镜子很大，而且它有灯。哦，所以 Maybelline 跟 L'Oreal 都是这里。其实我从没想过我会一个人去逛超市，然后一个人来逛保雅，就是什么都有。德国保雅的概念，很开心耶，终于享受那种逛卖场的乐趣。现在发现一个重要问题，就是它上面写的都是德文，然后我都看不懂，我只看得懂香铺。而且我发现德国人蛮注重香味的，就是它里面很香除外，就是它每个产品都一定会标注香味的地方，就是而且很多香水在这里。这边的洗澡啊、洗脸啊、洗头发都充满了妮维雅啊、多芬，还有这个，就是它充满了妮维雅跟多芬。而且德国的保雅就是不会像台湾的保雅都帮你摆得很整齐，或者是一目了然充满了东西，它就是你就可以看哪一个卖就是特别少，我觉得应该就是特别多人卖的东西吧。然后买了超多东西，总共2袋。我现在肚子真的太饿了，我必须要来吃一点东西。我现在人又在火车站，这3天就是拼命出现在火车站。我回去来拍我的战利品，多到爆。我本来想说回去之后，因为我等一下还要再去另外一个超市，然后因为我现在真的太饿了。然后我终于买到传说中的马芬，但是我第一次吃马芬。可是我忘记加热的英文怎么讲，所以我只能吃一个。因为我觉得它加热应该会更好吃，填饱肚子的淀粉。到这里第3天我还没有吃到菜跟 cereal， 我觉得很不正常。每天都在吃淀粉，我靠着零食撑了3天。但是外面卖很多很贵，我因为没有参加到第1堂的德文课，所以我现在完全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。如果他们偷骂我的话，我也不知道。它里面有包一个，其实蛮好吃的。这样子1.4欧，然后反而是青菜跟这些沙拉是比较贵，这个要3.1欧。就算公车要来了，我还是想记录一下，我现在居然走在德国的街道上面，虽然大包小包的，还是我走回学校啊？可是我不知道学校要怎么走，出事了，我还是搭车好了。我现在来到德国第3家超市 Kaufland。第1天把交通都逛完了，第2天就把超市都逛完了。我觉得德国差不多了。我真的觉得标志真的很重要。你看，
看到这个就知道要进去，这样才知道要进去，不然我根本不知道走哪里。超级大一间，这很像台湾的家乐福，东西真的不知道怎么买。我找到一个东西，我找到我在台湾都在吃的意大利面，天呐，熟悉的味道最对味。这里是意大利面王国吧？这里全部都是意大利面全部都是意大利面，没有缺少意大利面。在台湾你可能就只看得到这个，这个就是我常在台湾吃的意大利面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我一直在吃的肉酱就是从德国来的。我在家里就是在吃这个牌子的肉酱。天哪，天注定我要来德国哎！虽然这里什么都不知道是什么，但这个好像就是我在吃的。这里是 cereal 的天堂，看，全部都是我爱的 cereal。这个不知道什么奇怪的生物。大一包的胡萝卜，不知道吃到什么时候。真的要买这么大一包吗？吃到腻了。他还可以自己买这个盒子来装。你给我买一个这个。台湾有的话，我吃的比较安心。超酷的，他们是这样一盒一盒的在卖蛋糕耶，一盒一盒的在卖。他们还有卖这种一盒一盒的披萨，就不知道买哪一个。哎呀，这就是国际商城在国外出现的理由。所以要跟大家说，这个是德国的吗？4种口味，6.99欧元，赞啦！Home sweet home。Home sweet home， 这一袋是我刚刚从超市扛回来的，想说刚回来，然后边整理边分享一下我刚买了什么。我刚刚终于去买了青菜，等一下要想办法来煮。这里是我的冰箱，然后下面还有一层可以。这是我买的蛋，然后那个蛋还可以一颗一颗的买。然后我是直接买这样一盒，因为我发现它最多人拿，就把它给放进去。等一下来煎蛋来吃。然后我买了一个，它完全就没有英文标识，这应该是优格吧？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我把它放在看起来优格区。我发现德国的超市就是都是一区一区的分，然后都是超大一区，然后那一区就会超多东西。我最开心的一定是我的豆浆，还有我的麦片在另外一边，而且超大一个。这一个我必须说，这就是我在台湾一直在吃的肉酱，只是少了肉跟虾子，我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因为我刚刚不敢乱买，今天可能就只有酱。再来是我等一下要先吃的哈根达斯，你知道国际品牌为什么要在每个国家都出现吗？就是因为会有家乡味，至少是熟悉的东西。然后买了一盒番茄，可以来吃。你看它下面还有一层另外放蔬果的地方，要把它盖起来。接下来呢，买了一个这个即食包，我怕说等一下我可能把东西都煮坏了，我至少还有一个即食包可以吃。这是我等一下煮意大利面要用的这种，我本来要买铲子啦，后来想说目前只煮意大利面，那我就用这个。这也是我在台湾一直在吃的面条，原来是德国来的，就是充满家乡味啊。然后这是奶油，我没有买油，因为我也看不懂哪一种油比较好用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butter， 不要让它粘锅子就好了。而且意大利面就是要拌这个，好吃。少少的，没买什么。因为不敢乱买，等下买了不敢吃就浪费钱。想说从超市还有美妆店回来，好好来介绍一下我刚刚一个人到超市跟美妆店的心得，还有获得的商品。我真的这3天在德国完全没有看到任何，除了我们学校有亚洲的交换学生以外，没有任何的亚洲面孔。这是我在 Action 买的衣架，我真的超喜欢用衣架，所以我一定要买它。里面还附一个刀子，因为我想说我等下要去 Kaufland 买
食物，终于要煮东西吃了。我真的这几天都在吃零食，吃得很痛苦。在台湾是不吃零食的人，就是好像天注定我妈在机场就是要塞一堆零食给我，让我在这3天就是真的有东西可以吃，不然我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吃。这是我买的，大家可以买一点水果啊。我的餐真的很简单，就是蔬菜、水果、一些 cereal 什么的。其实对我来说煮应该不会到太困难。3版，我刚刚在 Action 的所有行动就是一切以最便宜为主，但是其实真的很便宜，就1-2欧就买得到的东西，在德国这些平常日用品真的很便宜，但是餐厅就是超级贵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鼓励大家一起去买东西来煮，不要去餐厅吃。就是我非常需要，因为我厕所它外面的地板是没有排水孔，所以如果你在洗澡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帘子，一定要有的马桶刷。我又买了一个地垫放在杯子里面，这是我的漱口杯，这都很便宜。德国人真的很注重香味耶，我真的觉得我要好好花时间去研究他们的香水，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别的味道。既然这样，那我房间也要有一点香味。然后这是我可能放在厕所置物栏，东西越来越多了，好可怕。滚珠棒在台湾超级贵，刚刚我只买2点多欧吧，我傻眼哎。虽然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理石之类的，但是我真的一直很想买这个东西很久了。我本来是买铁碗，因为铁碗更便宜，但我觉得如果我用铁碗在宿舍吃东西，看起来太可怜了吧，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个这个煮饭用。本来想说买平底锅，我要煮汤的话可以用这个玻璃碗，看起来比较不那么可怜。想很久的瑜伽垫，忘记它多少钱了，但是不贵，因为 Action 的东西就真的不贵。终于不用再趴在冷冷的地板上。后来我就到隔壁的 DM 那边，就是研究更久，就是它英文标示超少，除了洗发精，这就是我们很常在 Costco 会看到的化妆棉。我现在每天都画眼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真的是太深邃，如果你不好好的画睫毛的话，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在这里存活。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睫毛的关系还是怎样，就是我完全就是亚洲面孔。我刚在车站完全没有任何的亚洲面孔，大家会特别注意到我这个人。这个是润发乳，因为潘婷在台湾也有，我大概相信它应该是润发乳。这个牌子是我看很多人在网络上有推荐的 DM 美妆店，就只要这个出现那一区哦，因为他们是一个牌子一区，不是说这一区是什么，这一区是什么，这一区的东西就常常就是一排整个都是空的。小查了一下，发现这个牌子的安瓶特别好用，常常被扫光的东西，但是我也只买了几颗，因为它那种7天的没有卖，所以我想说晚上来试试看，因为我现在都没有用精华。然后笑想很久的镜子终于买了，我化妆都要在那个湿哒哒的厕所，很痛苦。Finally， 这个牌子好像也是德国很有名的东西，大家都说德国的药妆品小够短哇！我等一下算一下我这一趟超市之旅花了多少钱。这个是 Body Lotion， 对，也是这个牌子的。其实它有妮维雅跟多芬很多，那我想说，既然都来到当地了，何尝不试试看新鲜的东西呢？这个是网络上说德国人特别爱用的洗发精，就是我本来是想要用自己的牌子，像潘婷啊什么的，但是我想说，既然大家都这么推荐了，那我试试看。这样，最后一项商品呢，洗面乳跟乳霜，这个也是网络上很多人推的。那这个是店员介绍给我的，他说这个洗面乳特别好用。其实我一开始还没查资料，不知道这个牌子的时候，我想说他会不会随便介绍一个很便宜的东西给我？但没想到他真的介绍这个牌子给我。总而言之，间的超市之旅，我真的很想好好的赶快把德文学好，因为我真的很想听懂他们到底在讲什么。因为我去韩国的时候，至少看了很多韩剧，大概知道他们的意思是什么。但是我这一趟德国之旅是完全没有任何其他语言，真的是完全不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什么，连数字我都听不懂。我想说，天哪，我错过了第一堂课，真的是错过太多了。所以付钱的时候，我都是直接给他算大钞吧。大家早安，现在是德国时间是早上7点半。然后我来德国以后，就是每天都是很早起床。昨天难得终于去把我的 campus card 储值了，储值以后它可以用在学校，可以去学校餐厅 cafeteria 或者是去洗衣服。然后我现在就是起了一个大早，然后我刚刚把衣服抬下去了，可是我忘记洗衣精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洗衣服。然后因为现在很早，没有人起床，带大家去看一下洗衣服。然后它是在宿舍的地下1楼，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蛮暗的，有点恐怖，而且这间宿舍是没有电梯的，都是楼梯。
昨天我去参观学伴的新宿舍，就是比较小，但是蛮温馨的。这里的门都超厚超重，也需要一点力气。带大家参观一下洗衣间，而且这里的灯很贴心的设计，都是自动开灯，我觉得这是最贴心的设计。我现在就是我要先在这里，因为我已经处置好我的钱了，然后我要插进去，选一台机器，洗衣机在这里，选一个号码之后就来启动它。更好笑的是，现在有2台是 broken 的，所以我特地挑了一个大早，就是一定不会有人来这里洗衣服。然后我要先把我的卡插进去。然后就会显示，我里面有20块，第3台嘛 ，OK。然后我现在就可以去用第3台，这是我带来的衣服，还好去买这个塑胶袋。这个牌子是我在台湾有在用的，所以我只看得懂这个。我想说，那帮我就用这个。完蛋了，我又遇到难题了，不知道哪一个。这个好了，我成功了，开始动了。耶！我只想看你到底有没有泡泡，没有泡泡很尴尬。我今天终于去买了我在德国第一个德国餐。我那时候到那一家餐厅的时候，完全不知道我要点什么，但因为我一直经过那一家商店，然后很多人都会去买，就看很多人都会点它的汉堡，然后它完全就是没有标示价格。因为我一直看这个马铃薯泥很久，我一直很想吃，然后他完全没有跟我讲英文的意思哦，就算里面有年轻的小伙子，他也没有要跟我讲英文的意思，他就是拼命的跟我讲德文。OK， 没关系，我就指给他看，然后我就跟他一直比手画脚，我就指这个，我想要吃这个他们道地的马铃薯泥，然后应该是问我说要多少，要几份，要几公斤，然后我就跟他讲 the small one， 买了一个，我就看到他在拿一个超大的 ham 在那边切，然后每个人都已经会点的某种火腿汉堡吧，而且它的面包是那种比较硬的面包，它这个肉就很大一块，但就只有这样，就真的只有这样，这样加起来是4点多欧吧，差不多120、130，我觉得是合理的啦。这样的感觉就有点像麦当劳，因为毕竟都是淀粉嘛。可是我觉得如果这个自己做的话，应该20-30块应该就可以解决。只是我真的很想赶快吃到东西。这个就在阿萨芬堡火车站旁边。它面包看起来是硬的，但它其实很软啊。我不知道这是肉还是火腿，应该是火腿。但很厚，而且够咸。不对，是真的很咸。韩国真的是充满火腿、香肠、面包，真的充满面包。走2步就有一家面包店，然后完全不知道差别是哪里。那我现在来吃它这个马铃薯块，它就这样一块一块，然后很好吃。就是味道很重，然后很浓，就是我想要的奶油味。我问了2-3个住在德国的朋友，然后他们都会说德国很无聊，东西不好吃，大家都自己煮，然后生活很疲乏。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是外国人的关系，又刚好来到这边，所以所有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。你知道我现在来德国就是一律选最多人点，柜位上面，因为他们都不会补货，东西最少的，因为它火腿切了很大一片，所以越吃越咸呢。